这是游戏史上最性压抑的反派。Let me into your womb. 而游戏中这样的反派还不止这一位。这里没有正常人，或者说正常的都不是人。身材高大，但智商只有5岁的园丁，长相貌美，但精神失常的女仆。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这一切竟然和自己早已死去的父亲有关。2005年，卡普空发布了那款划时代的游戏《生化危机4》，它不仅在口碑和销量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也重新定义了第三人称动作游戏。而在几个月后，卡普空又带来一种全新的恐怖游戏体验——跟踪者恐怖。而这款游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狂城丽影》。其实这款游戏刚发售时并没有掀起多大的波澜，或许是《生化4》对整个游戏业界冲击太过巨大，以至于几个月后发布的《狂城丽影》部分玩法显得陈旧，媒体给出的评价褒贬不一，商业表现也并不理想。但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玩家开始重新审视这款作品，它也逐渐从一款被忽视的 PS2 恐怖游戏变成如今备受推崇的邪典神作。有人把它推崇为卡普空最被低估的神作，还有人不惜以$600的价格买下游戏的实体盘。我觉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玩家对身体恐怖的重新认识。卡普空的恐怖游戏在性化女性角色这一方面一直都是比较克制的。卡普空很擅长设计漂亮、有魅力的女性角色，但游戏不会因为她们是女性就频繁安排走光镜头、娇喘动作或毫无理由的暴露服装。而在《狂城丽影》中，卡普空却一反常态，女主菲欧娜绝对遭到了性化。游戏一开始就把她衣服扒光了，还给她加了乳摇，甚至一些镜头带有明显的偷窥感。不过这种性化并不只是为了取悦玩家，它是游戏恐怖体验的一部分。菲欧娜既是性对象，也是这种凝视之下的受害者。对菲欧娜的性客体化正是游戏恐怖感的重要来源，而这样的游戏设计理念便诞生了最性压抑的游戏反派。这游戏的反派甚至已经不能用变态来形容了，它最经典的就是那句台词 Let me into your womb. 游戏开场并没有交代多少背景信息，菲欧娜已经被关在笼子里，在她不省人事时，一个傻大个正准备伸手摸她，然而一声雷鸣吓跑了这个大家伙，也惊醒了菲欧娜。他发现笼子上的锁被人打开了，于是裹着床单走了出去。等他出来之后，发现桌子底下好像有个东西。是一条狗，地上还有一个项圈，写着一个名字——修一。菲欧娜离开地下室后，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城堡之中。经过一番探索之后，菲欧娜并没有发现能够通往外界的出口，她只好深入古堡，寻找其他离开这里的方法。她刚进古堡，就遇见了女仆丹尼拉。I've gathered some clothes for you. Wait! Don't go. Excuse me, but where are we? And how did I get here? Yes, Master. We will keep her here for a while. I will make sure she stays comfortable. “滴答”作响的钟声很好地营造了一种诡异的氛围。床上放着一套衣服，菲欧娜换衣服时，有位老绅士正在墙后偷窥。
Wait a minute. I remember being in the car with... 卧室里挂着2张令人不安的画像，我们已经知道老人的画像可以用来偷窥，而另一张画像也另有玄机，这个我们稍会再聊。离开房间，在走廊的转角，菲欧娜再次遇见之前的大块头。大块头非常喜欢洋娃娃，好像把菲欧娜当成了自己的玩具。这是游戏的第一场追逐战，就像之前说的，游戏采用的是跟踪者恐怖，玩家只能寻找藏身点来躲开敌人的跟踪。回到卧室后，靠近床边会出现提示，菲奥娜可以钻到床底躲藏，我们安全了，暂时的。现在可以继续探索古堡。菲欧娜来到了一间音乐室，背景里传来钢琴演奏的声音。就在菲欧娜准备拿起桌子上的钥匙时，钢琴声戛然而止。Ah, Fiona. I see you've finally awakened. There's something that I've wanted to show you for quite some time. Pull away that sheet behind you. Beautiful, isn't it? That, my dear, is what you will become in the future. Go ahead. You may touch it. You will be mine, Fiona. 拿到钥匙以后，我们便可以进入城堡此前无法抵达的区域。游戏也在这里通过一段短片介绍了一种名叫鬼火的生物。鬼火是一种会对名为阿佐特的物质产生反应的小型生物。游戏汉化将阿佐特翻译成了灵丹，这个译法并不是没有依据。在一些炼金术传统中，阿佐特被视为一种万能药或能够转化物质的神秘溶剂，但在狂尘丽影的设定里，阿佐特显然更接近它的另一层含义。在神秘学语境中，阿佐特也可以指一种流动于世间万物之中的生命力。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生命精华。所有生命体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阿佐特，而女性体内的阿佐特通常会集中在子宫附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城堡里的人会盯上菲欧娜。她体内含有异于常人的阿佐特，体现在玩法上，就是菲欧娜一旦碰到鬼火，光球便会爆裂，让她陷入不同程度的恐慌。继续前进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张地图，贝利城堡的草稿。贝利，这不正是菲奥娜的姓氏吗？不久后，我们再次遇见了老朋友。就在他即将抓住菲欧娜时，被一个男人厉声呵斥。他看起来好委屈。来人自称里卡多，是古堡的管家。他提醒菲奥娜，他曾遭遇车祸，父母也已经死亡，同时告诉他，菲奥娜是贝利城堡唯一还活着的继承人。突如其来的噩耗让菲奥娜昏了过去。菲奥娜再次醒来时，已经回到了卧室，外面也进入了夜晚。她听见院子里传来狗的呜咽声，走到窗边，发现那只狗被绑在庭院的大树上。菲奥娜于心不忍，赶紧下楼去救它。Go now, and don't get caught this time. Go. 回到卧室之后，有个惊喜正在等着菲欧娜。
德比把手伸向菲欧娜的动作真令人不适，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对菲欧娜的性客体化。这种桥段游戏后面还会多次出现。此时修一出现，我们可以操作他吓跑德比。修一是我们在游戏里的重要伙伴，不过刚刚遇见他时，修一并不会对我们言听计从。玩家需要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慢慢获得他的信任。当修一正确执行命令，我们可以抚摸他，表扬他；而当他拒绝行动时，也要适当训斥。随着默契逐渐建立，修一不仅可以帮助菲欧娜寻找道具、破解机关，还会在追踪者靠近时主动攻击，为他争取逃跑的时间。相处的时间越长，修一对菲欧娜的信任和感情也会越深，而两者之间的亲密程度还将直接决定菲欧娜最终的结局。我们再次经过厨房时，会发现丹尼拉正在准备晚餐。继续探索后，菲欧娜在会客厅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里的男人让她小心管家里卡多，然后就挂了。虽然对面十分可疑，但或许他是个好人。之后，菲欧娜发现了一扇上锁的门，透过钥匙孔，我们可以看到房间里面是男管家和女仆。Where is he? Where is the old man? Where's he hiding? I won't let him touch her. Do you hear me, old man? The Azoth is mine.这段对话让我们瞥见了古堡中人物关系的冰山一角。里卡多提到有个老头想要得到菲奥娜，而里卡多也想得到她，两人处于敌对关系。而女仆丹尼拉属于哪一阵营并不明朗，她似乎效忠于老头，也早已习惯了里卡多的虐待。而德比听从里卡多的命令，但又不能完全压制住自己的冲动。后来，菲欧娜在一面墙上发现了几个奇怪的洞，她把手伸了进去，应该是詹姆斯给她的勇气。来者并没有恶意，他交给菲欧娜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古堡正门已经被里卡多锁死，但贝利城堡还有个老宅邸，那里应该有其他出口的。他把通往旧堡的方法也一并告诉了菲欧娜。在纸条的最后写着：菲欧娜，我想把你救出去。署名写着洛伦佐，他应该就是之前电话里的那个男人。菲奥娜跟着纸条上的指引和修一来到了一座小教堂，雕像上悬挂着通往旧馆的钥匙。菲奥娜拿到钥匙的同时，也迎来了一名不速之客。德比现在已经彻底疯狂，我们有两种应对方法。第一种是直接活活踢死德比，另外一种就是一边命令修一牵制住他，一边抓住机会破坏房间2次的装置，让吊灯砸下来。而不同的选择也会影响后续结局。我估计大部分玩家第一次玩应该都是用第二种方法，毕竟之前遇到德比，我们只能逃跑。谁能想到在这里能踢死他？
okay, Huey. He can't come after us anymore. Good boy. Calm down, Huey. It's over. It's okay, Huey. It's okay. 吊灯并没有杀死他，但是他的脑子却清醒过来。他不再攻击菲欧娜。后来我们可以在他的小屋里找到他，他会交给我们一把钥匙，这是开启隐藏房间的，不过只能在2周目使用。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菲欧娜在教堂拿到钥匙之后，正准备去开门，这时却被女仆丹尼拉叫住。Dinner is served, miss. Dinner is served, miss. My creator said he made me the perfect woman. But I cannot taste or experience pleasure or feel pain. Well, thanks for the meal. I'm not complete.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汤里有几根丹尼拉的头发，菲欧娜立马感到不适，回到卧室休息。而在菲欧娜熟睡期间，丹尼拉开始抚摸她的身体。说实话，作为女仆，她应该把手洗干净。
丹尼拉变成了第2个追踪者，他的行动速度比德比更快，攻击频率也更频繁。不过他有个弱点，就是他极度厌恶自己，无法忍受镜子里的倒影。幸运的是，古堡里放置了许多镜子。我们可以在逃跑的过程中掀开镜子上的遮挡物，为菲奥娜争取逃跑时间。但诡异的是，有时她不会攻击玩家，又变成了正常的女仆。不过我们还是得和她保持安全距离，有时靠近她还会触发一段过场动画。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一部动漫。不难看出，丹尼拉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而她违背主人的命令，开始追杀菲欧娜，很可能是出于嫉妒，嫉妒古堡中其他人对菲欧娜的迷恋，嫉妒她能用她肮脏的身体引诱男人。但奇怪的是，和其他男人一样，她对菲欧娜产生了某种带有性意味的渴望。不过和后面登场的几位相比，丹尼拉还算是比较含蓄的。Let me into your womb. 菲欧娜甩掉了丹尼拉，来到一片非常奇怪的区域，这里好像处于水下。窗外有时会游过一条体型异常巨大的鱼，会尖叫的曼德拉草。这里还有一块墓地，但奇怪的是，墓碑上名字都是同一个人——奥雷欧斯·贝利，又是贝利。难道这个人和菲欧娜之间有什么关系吗？除此之外，我们还能找到一卷胶片，内容是菲欧娜换衣服，应该是那个老头偷拍的。最后，菲欧娜来到了观星台，这里就是和丹尼拉决战的地点。Blood, flesh, woman, you vile creature. You lure the man into your filthy body again and again, and you are allowed to do that because you are a precious, precious little princess. Precious little princess.我们要一边命令修乙拖住丹尼拉，一边操纵菲欧娜把基座推到正确位置。所有基座归位后，地面的镜子开始发光。丹尼拉再一次被自己的倒影吸引，她的尖叫震碎了头顶的天窗，玻璃碎片从高处倾泻而下。
丹尼拉死后，我们可以在他的尸体旁找到一把钥匙，借助这把钥匙，菲欧娜得以进入旧馆更深处。沿途随处可见大量人造人的失败品，他们不会主动攻击菲欧娜，只会站在原地喃喃自语。除此之外，我们还能看到许多巨大的培养装置，透明容器中装满液体，一具具人类躯体被浸泡其中。这些东西足以说明古堡里正在进行的实验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疯狂。继续深入后，菲欧娜来到一间摆放着绿色培养槽的房间，而在那里，她再次见到了里卡多。Miss Fiona. Now, if you would please come with me. No, I don't want to. Please let me be. I want to go home. But Miss Fiona, you are home. This whole castle is all yours. So, Miss Fiona does not wish to stay at her castle. You miserable wench. You were given the greatest gift of all, and you don't even appreciate it. I can't believe the Azoth was wasted on you. 里卡多拿着一把枪，不过他的枪法有点幽默。甩掉里卡多后，菲欧娜终于来到了旧馆的大门前，可大门依旧紧锁。门上留下的提示写道：只有将魔石放到女神像手中的天平上，出口才会开启。根据实验室里发现的炼金术笔记，菲欧娜收集材料，成功炼制出了魔石。当她将魔石放上天平，伴随着沉重的机关声，那扇阻挡她许久的大门缓缓打开，门外不再是阴暗压抑的走廊，而是一片茂密的森林。菲欧娜走出古堡，大口呼吸着外面的新鲜空气。经历了漫长的囚禁与追杀，她似乎终于逃出了这个噩梦般的地方。可就在这时，修伊像是发现了什么，突然冲进树林深处，很快便消失在菲欧娜的视线中。菲欧娜呼喊着她的名字，却没有得到回应。菲欧娜只能独自沿着林间小路继续前进。然而没走多远，她便发现前方根本没有通往外界的道路，等待她的只有一道深不见底的悬崖。而当菲欧娜转过身时，里卡多已经追了上来。Why are you doing this? What did I do? You inherited your father's Azoth. That is what you did. What Azoth?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is. That Azoth belongs to us, Fiona. Don't you see? You are our child. Stop! I am not your child. I know exactly who my parents are. Fiona, we are, or rather I am, knowledge. I hold invaluable information from the dawn of time. I am a great alchemist. I will not die. I am Oriola's belly, and I... Look at me, Fiona. Look. What? Just like your father, Ugo. Daddy? We are clones. We are clones.这里插一嘴，这个茶叶蛋的脸其实参考了里卡多的动捕演员竹中直人。除此之外，游戏其他动捕演员也都是专业的日本演员。菲欧娜动捕演员饰演过奈克瑟斯里的西条副队长，德比的动捕演员饰演过勇者义彦中的佛祖，而修一的动捕演员则是一只德牧。回到游戏，正如里卡多所言，菲欧娜的父亲和他都是城堡原主人奥雷欧斯贝利的克隆体，车祸也不是意外，而是里卡多驾车把菲欧娜父母的汽车逼下公路。菲欧娜的母亲当场死亡，父亲侥幸活了下来，却被里卡多刺死。在菲欧娜失去意识之后，里卡多把她带到了水塔地下的牢房里。之后，修一唤醒了菲欧娜，
水塔位于附近湖泊中央，也是游戏的下一个主要区域。不过，如果你一路上一直在虐待修伊，他就不会来救你。游戏直接来到了最烂的结局。里卡多表示要借用菲欧娜的子宫，让她重新生下里卡多。在游戏的最后，画面回到游戏最开始的卧室，菲欧娜已经怀孕，变得和女仆一样精神失常。不过正常游玩的话，应该是不会触发这个结局的。在修伊帮助下，菲奥娜逃出牢房。这里留着洛伦佐的另外一张纸条，他说里卡多已经疯了，菲奥娜必须前往洛伦佐居住的真理之馆。我们只好相信他了。不过棘手的是，现在里卡多学会了隐身，我们需要一边躲开看不见的敌人，一边解开谜题。最终，通往真理之馆的桥梁从水中升起，而我们也将在水塔塔顶迎来里卡多的最后一战。终于能摆脱这个烦人的家伙了。里卡多的 BOSS 战可能是全游戏最简单的一场。场地中央结构上有几个洞，玩家需要命令修伊钻入其中一个，让它出现在模型上方，随后把里卡多引到修伊埋伏的洞口前，找准时机命令修伊攻击。成功之后，修伊会扑向里卡多，把他从水塔顶端撞下去。Good boy. 按照洛伦佐的指示，菲欧娜来到了真理之馆。在见洛伦佐之前，先找到一个黄金烛台，我们待会儿会用到它。深入会馆之后，我们终于见到了洛伦佐。Who's there? Poor Fiona. Ricardo put you through quite a bit, didn't he? Unlike Ugo, he was always a troublemaker, a bad apple. I, Aureolus Lorenzo Belli, created them both, Ricardo and Ugo. But then along came that wench, Ayla. She stole Ugo away from me. Of course, then you came along, my dear Fiona. Fate brought you back to me, and now you are mine. All mine! No! 这个洛伦佐果然不是什么好人，只不过我没想到他追击的动作这么滑稽。菲欧娜把他引到一处房间，角落里堆积着引燃木箱，他将刚拿到的烛台扔了过去。
这木箱里放的是炸药吗？爆炸过后，洛伦佐似乎已经死亡，身体也被压在瓦砾下方。不过只要离开一会儿再回来，他人就消失不见了。爆炸在旁边的墙上炸出一个洞，那里就是继续前进的道路。我们刚走没几步，就又遇到了洛伦佐。洛伦佐果然还没死，不过此时的洛伦佐没有先前那么灵活。玩家可以让修伊配合菲奥娜的踢击把他打昏，群殴残疾老人的画面有点喜感。菲欧娜来到一间研磨室，房间里摆放着一台碎石机，机器出了故障，玩家需要撞击控制装置让它恢复工作。洛伦佐闯了进来，这就是他的 BOSS 战。玩家要把他引上传送带，让修伊暂时牵制，再跑到控制台旁撞击开关，启动传送带。菲欧娜总是一脸惊恐地完成各种事，这次也是给洛伦佐送去二次元了。幸运的是，碎石机吐出了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通往真理之馆更深处的大门。继续前进后，菲奥娜进入一条走廊，身后的门突然关闭，把她与修伊分开。一名年轻男人的声音开始嘲讽她。Oh, you've been very naughty, Fiona. You're causing me much grief. 就连菲欧娜躲进柜子里也没有停止。Do you really think you can hide from me there? 戏弄菲奥娜一段时间后，她进来的那扇门重新打开。然而穿过去后，她却出现在真理之馆的另一个区域。菲奥娜也终于见到了那个年轻男人。Daddy. My dear holder of Azoth. What's going on? You're not my... Azoth is the essence of life. We alchemists have the ability to convert it into power. We can live forever. Your Azoth, Fiona, belongs to me. Ah! 洛伦佐不仅没死，还变年轻了。与此同时，他现在还会使用魔法，会突然瞬移到菲欧娜的身后。菲欧娜来到一座中央有熔岩坑的房间，旁边的祭坛上显然缺少某件东西。为了找到它，玩家需要让修伊调查宅邸里一面外观异常的墙壁。菲奥娜背上的胎记突然产生感觉，同样的标志出现在墙上，并显露出藏在其中的双蛇杖。把双蛇杖放上祭坛后，真理之馆的大门打开了。不过在此之前，我们要解决掉年轻的洛伦佐，这是游戏的最后一场 BOSS 战了。玩家要做的就是不断攻击洛伦佐，没有什么其他复杂机制。在承受了一定的伤害之后，洛伦佐就会掉进中间的岩浆。此时，真理之馆开始坍塌，菲欧娜必须抓紧时间逃离这里。可就在她接近大门时，洛伦佐从岩浆里爬了出来，他可真难杀。这段演出又吓人又搞笑。其实我以为他还会再把菲欧娜抓回去，不过他只是站在那里不断惨叫，直到火焰最终将他彻底烧死。
这次真的结束了。菲欧娜离开真理之馆。Thanks, Huey. Huey. 而在2周目时，德比给你的那把钥匙可以打开一个特殊房间，菲欧娜就能开启游戏初始区域的城堡大门。这样一来，甚至不需要触发丹尼拉以及之后的流程，就能直接离开城堡。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好结局，毕竟里卡多没死，他还会把菲欧娜抓回来。游戏流程结束了，但有很多问题，游戏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他们为什么要抓菲欧娜？里卡多和洛伦佐为什么对立？德比和丹尼拉又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在游戏中一些零碎的文本里找到答案。这一切都要从奥雷欧斯·贝利这个初代炼金术士说起。他致力于研究如何利用阿佐特实现永生，而他最终找到的办法，并不是让原本的肉体永远保持年轻，而是为自己准备一具可以替换的身体。他利用阿佐特克隆出与自己相同的人造人，等到时机成熟，再通过某种仪式剥离人造人的灵魂，将自己的意识转移到这具全新的肉体之中，原先的肉体就会被埋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之前墓园里的墓碑上全都是一个人的名字。这种长生不老的方法本来没问题，奥雷欧斯靠这个方法活了几百年，而到了洛伦佐这一代却出了岔子。巫果是洛伦佐制造的第一个克隆体，他却和艾拉相爱并私奔，离开了城堡，还与他生下了一个女儿菲欧娜。洛伦佐因这场背叛而无比愤怒，于是尝试制造新的克隆体里卡多。然而制造人造人需要大量的阿佐特，制造里卡多时阿佐特已经不够用了，所以里卡多是一个失败品，他的身体存在严重缺陷，会以远超常人的速度衰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里卡多明明比巫果诞生的更晚，在游戏故事发生时，两人看起来却几乎处于同一年龄。也许正因如此，他没有成为最受宠爱的儿子，性格也更加叛逆，并开始私下研究炼金术。我们已经知道阿佐特是生命之源，所有活物体内都含有一定程度的阿佐特，这或许解释了城堡里为什么散落着许多空动物笼，也解释了修伊最初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里卡多一直在尝试从动物体内提取阿佐特来减缓自己的衰老。旧宅里那些治好了也会流口水的人造人失败品，证明洛伦佐后来曾多次尝试复刻过去的永生方式，但由于缺少足够的阿佐特，却始终无法再制造出足够完美的身体。而德比很可能就是制造失败的克隆体，既然无法凭空创造，他便只能寻找其他来源的阿佐特。于是洛伦佐命令里卡多将菲欧娜带回城堡。巫果体内的阿佐特遗传给了菲欧娜，因此他体内拥有极为强大的阿佐特，使用菲欧娜的阿佐特便能制造完美的人造人。但里卡多清楚，一旦洛伦佐的计划成功，自己便会彻底失去价值。到那时，他这个有缺陷的失败品很可能会被直接处理掉。于是他便命令德比把菲欧娜藏起来，想自己搞个小里卡多出来。洛伦佐看穿了里卡多的阴谋，于是他就命令丹尼拉打开狗笼的锁。至于丹尼拉，他很可能是洛伦佐制造的人造人。洛伦佐想通过自然分娩诞生含有高纯度阿佐特的完美肉体，再把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这上面，也就是里卡多在坏结局里干的事。不过有一种更黑暗的理论，丹尼拉很可能是和菲欧娜一样被掳到城堡的女性，后面给她喂食，通过一系列药物和洗脑，让她相信自己是洛伦佐制造出来的人偶。毕竟在游戏里可以看到一些剥夺人类味觉和触觉的药物，而经历多年的虐待后，他开始认定自己没有感情，也感觉不到疼痛。无论如何，最后洛伦佐的目的并没有达成，于是他把菲欧娜当作最后的希望。不过他已经年老体弱，
无法正面对抗里卡多，所以游戏大部分时间里都躲在暗处，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菲欧娜，逐步建立她的信任，引导菲欧娜来到自己的藏身处，最后露出狐狸尾巴。二周目还有一段隐藏动画，里卡多从水塔外的桥上坠落后，洛伦佐吸收了他体内的阿佐特，这大概就是他突然变年轻的原因。不过从火坑里爬出来还是太夸张了。总的来说，《狂城丽影》是一部很优秀的恐怖游戏。作为一款05年的游戏，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毫不过时。如今在玩家社区里，也偶尔会有人提到自己通关以后，梦见被困在城堡中，被人追赶，到处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就连我自己通关的那天晚上，也真的梦见自己被抓进了那座城堡。玩过这么多游戏，还是第一次梦见自己进入游戏的世界。虽然一直没有推出重制版的消息，我依然期待有一天卡普空能够重新想起这部被遗忘的作品，为它推出一次真正的高清复刻或重制，让更多玩家有机会走进贝利城堡，认识菲欧娜和修伊，也亲自感受这场至今仍然独一无二的逃亡。在视频的最后，我想感谢这位名为手把手教车裂的观众充电支持。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这里是布鲁线，我们下期视频见。